OK，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就关于这个模特她的发质和她的头型。首先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是她的刘海是很短，而且只有几根。然后她前区这里长期分路，刘海呢一直会往旁边走。再一个，她前区的发量是特别少的，头发是非常细软的。我们可以看到侧面，发际线退化点这里会比较空缺，然后呢边缘的头发也会很稀少，头型的弧度是不错的，但整体的发量呢是非常小的，所以在这个素材之上，我们在去创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在运用技术的时候就会有局限性。首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给它剪层次很高的头发，所以在今天这款给大家带来也是偏商业的一款，我们选择低层次去建立它的结构。那最后呢，我们希望给它头发烫一点纹理，看起来比较慵懒和凌乱就可以了。那我希望在前区这里，它的五官轮廓我觉得是很精致的。在前半头这里剪一个厚的短的刘海，拉开它的脸部。那么在侧面和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快速的去建立一个低层次的轮廓，然后最后把轮廓去磨圆，然后看起来会比较随意自然就 OK 了。后头围，头骨呢不算宽啊。发际线也很好，这个都是比较 OK 的。OK， 接下来我们进行分区。首先，在这个发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着重呢是放在前半头的刘海，因为它后区的发量比较少，建立一个很单一的结构，那进行去烫发或者是剪一个比较偏齐的这个轮廓，其实都 OK。那在刘海，其实刘海它的上庭，整个的上庭是要更高的，五官也比较偏立体。所以在这里呢，我选择剪一个比较随意自然的刘海。那我们用削刀这个工具呢，再去划那个刘海的时候呢，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在眉上，看起来大概是一样齐的，对。还要考虑到后期我们烫一点微卷的时候，它会缩起来。那它的刘海这里会有个特点，它会自然分开的，所以在这里要放长一点点。最后呢，做一点弧度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再缩短。那我希望旁边不要跟它有粘带的关系，就不要剪边缘层次粘在一起。刘海是刘海，侧面是侧面。这样你在做纹理的一些烫发也好，还是烫出来之后的张力比较大的偏卷的也好，它都会比较干净，对比会比较大。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会很好看。那么两侧我们一定要找成型之后的长度。其实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剪到嘴巴左右，那么在干发时它会缩起来，做完卷之后会缩起来。所以两侧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去划一个长度就可以了。微微一点往前倾斜就 OK 了。就 OK 了。那为什么不选择用剪刀去剪？在这种很细软头发上去剪的时候，我们提拉起来去剪的时候，容易把层次拉高。然后我们去分片去裁剪的时候，因为它发际线很少，容易拉空。那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快捷的。两边在剪的时候，稍微往后带一下，稍微往后带一下。要考虑剪完之后它缩起来的程度，微微有一点点往前倾斜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剪完之后，其实可以先搭配。为什么先从前区开始剪？那有些客户他就喜欢前面是短的，后面是长的，其实会类似一点公主切的味道。
那我们也可以把后面剪一个均等层次然后烫起来去做一些动感也可以。但是对于它的发量，我觉得尽可能我们把头发剪得比较偏厚实一点。所以在侧面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考虑这里完全连接，我们可以斜着向后，在这里可以剪圆的层次，保留一点底线。那这里可以在做纹理的时候，可以微微的往前去走一点轮下，也可以把它烫翘起来。那也可以去走一个三角推机，剪得会比较偏立体，都 OK 的。那我的选择，我们从侧面这里开始，选一个低层次圆形轮廓就 OK 了。顺着旁边这里的长度，我们从侧面以两边的长度呢为引导，在剪的时候我们向前去轻拉，延长一下后侧，这样比较快速去建立一个轮廓。一般分为3层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发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不需要分层数太多。那为什么这里去剪圆？那当我们从后面向前剪的时候，剪三角的时候，你的重心会向前去倾，那轮廓就偏立体。我们把一些头发剪完之后，在侧面表现它有圆润度的一面，又有呢这个轮廓张力的一面，所以呢不需要去把这里剪得特别的三角。当我两边去做完之后，我们再从中间去收一下，后面呢它有轮廓感，但不会是那种很方的或是很三角，都是向两侧带。那这里是一个非常低角度的一个圆形轮廓，先把两边的这个轮廓做好，旁边头发全部梳过来，直到梳不过来为止。表面的头发的层次，我们要用剪刀去做这时候在侧面只是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轮廓。这一侧翻过来。两边都是有同样的方法，向前去带，给旁边的长度呢去做引导，向后去走个圆的轮廓，保留一点底线的长度，可以作为调整的空间。发际线不规则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到长的地方刮掉。这里要越快速越好。因为只是定一个圆的轮廓，那削刀我们在上一款头发也讲到了，削刀不适合去做层次，因为它带来的匀度和过渡其实没有剪刀来的有质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是让它定外线的地方，其实比较快一点。所有的头发都是向两侧带。因为在圆形轮廓和层次上面，头发凌乱起来的时候呢，不会有过多的棱角。它的五官也不是属于那种这个骨感特别强烈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外轮廓做的特别的这个有棱有角。这样快速得到一个后区，得到一个圆的轮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剪刀来剪后面的层次，也可以用削刀去削这个层次。
OK， 后面我们中间的区域选择用剪刀去往上剪一点层次，保留底线的长度。因为我希望烫完之后这个它的头发烫完之后底线可以凌乱一点，可以呢不是一个层次全部积压在一起。所以这里我们用三角堆积呢去把这个中间这个角磨掉。切的角度不超过这个45度，一直剪到旁边，外线的长度要保留住，但也可以继续用削刀去做。只是点一下中间这个长度就可以了，整个都是低层次。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当你想要把头发剪得非常精致的时候，它已经失去了去做烫发的意义。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之上，烫完之后，它这里一定会东翘西翘啊，流向会各有自己的方向啊，包括前面这里，后面保留一点底线就 OK 了。这一侧，两边都一样，把中间这个尖锐的去掉就可以了。当我们把底线剪得过短的时候，第一，在回去入卷的时候呢，不太好去入卷，还有一个带来的流向也会受约束，所以我会先把这个长度留起来一点。那么在整个形状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底线，就 OK 了。因为它发量比较少，我们也没有打薄的修饰的空间，只需要把这些做柔和就可以了。这样后面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结果，就 OK 了。这时候我们把两边和前区做过渡。把前后的地方做个过渡就 OK 了。我们一定要考虑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后期的头发一烫完之后，它整体会往上缩，所以在剪的时候呢，你后面这个重心比例其实要比前区要放的要长一点点。那为什么不去剪一个单一的一个腹部的轮廓去烫？那样的话，整个烫完之后，整个的形状就会是一个层次，一个固体，然后会显得头会比较尖，底下会比较蓬。在稍微剪没有层次的情况下是 OK 的。我们想要一些动感，那么就一定要去考虑这个因素。前后过渡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基本上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烫发，那么 laser 老师给它烫。这个裁剪会比较简单，首先把刘海的长度设定好，然后两边的长度呢在嘴角左右，然后后面这里保留点层次，做造型的时候它可以微笑起来。前面的长度和后面呢在侧面是过渡连接啊，然后在最后的结束之后，烫完之后，我们要把这个层次和这里做过渡啊，就 OK 了。其实直发这样也很好看，那如果是直发的话，我们再要把这里剪柔一点点就可以了。对吧？